你敢信一个还没搬个足球场的，居住环境脏乱差的，连印度贫民窟都得甘拜下风。就这岛上还住了1000多号人，而且当地人呢更是抢着要去岛上定居。更离谱的是，为了争夺这个小破岛的所有权，甚至引发了一场战争。不是，这岛究竟是镶金了还是镶钻了？为啥会受到这么多人的追捧？今天秋哥就带大家来了解了解。米金哥岛位于非洲维多利亚湖，在肯尼亚和乌干达边界附近，面积约2000平方米。要知道，足球场面积为7140平方米，也就是说，别说没一半大了，甚至连1/3都没有。结果就这巴掌大点的地儿，竟然还居住着1000多号人，平均每人呢也就2平方米的面积，随便拿张1.8米的床都比这个大得多。岛上的房子基本都是用铁皮房搭建的，而且为了能住更多的人，岛上的树被砍得一干二净，房子也是一座挨着一座，落脚的地方都没有，连唯一的道路也只能让一个人勉强通过。除此之外，铁皮房不仅闷热，隔音还差，要是隔壁邻居在做俯卧撑，都能清晰地听到喘息声。但是吧，米金哥岛面积是小了点，居住环境也差，然而人家也是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，各项生活设施一个不少，种类呢甚至比你家小区楼下都要丰富，什么理发店呐、私人诊所啊，它还有4家酒吧，每天下班呢就有很多人来酒吧小酌一杯，他们甚至连教堂和妓院都有，让你能感受到从心灵到身体的双重享受。就这么一个拥挤的小岛，岛上的人不想走，岛外的人想住进来，甚至还有国家为了争岛而大打出手的。上千人挤在一个还没半个足球场大小的岛上，而且想要上岛居住还得抢着去，晚了都没位置。事实上，就在米金哥岛的附近，其实有2座面积更大也更适合人类居住的岛屿，其中有一座不仅是米金哥岛的好几倍，甚至离米金哥岛只有几米的距离，游着能游过去。按理说呢，这些人想要住在岛上，应该会选择更宽敞更舒适的地方才对，那他们为啥还要往一个小地方上扎堆呢？最主要的原因呢，就是为了捕鱼。维多利亚湖可是世界上第2大的淡水湖，本来原生态挺好的，结果在上世纪50年代，也不知道谁把尼罗河鲈鱼这个被列为世界100大入侵物种还是肉食性的鱼类引进到了湖里，导致当地的鱼类被吃灭绝了好几种。当你以为这个鲈鱼会泛滥成灾的时候，结果因为欧盟对于尼罗河鲈鱼的需求量很大，光是捕捞鲈鱼就能获得不错的收益。通常岛上的渔民工作1星期，抵得上当地人努力辛苦工作2到3个月的收入。好家伙呀！原本以为呢只是一群贫民窟难民，没想到是有钱人，也难怪当地人争着抢着都要搬到米金哥岛上定居，哪怕生活条件差点也没关系，赚钱嘛，不寒碜。至于明明有更大的地方捕鱼，却非要挤得巴掌大点的，这还得受当地传说的影响。当地人都认为其余2座大岛呢不干净有恶灵，去那2座岛居住容易招来不幸，严重点小命也没了。所以那2座岛呢也没啥人住，一直就荒废在那里。一座小岛不仅让渔民互相争抢，甚至还有2个国家为了这个小岛而大打出手。这2个国家就是肯尼亚和乌干达，他们都宣称自己拥有米金哥岛的主权。其实在这之前吧，作为边境线附近的一个平平无奇的小岛，肯尼亚和乌干达也不是很在意这个岛究竟是谁的。但谁能想到，一个外来物种竟然让米金哥岛瞬间变成了香饽饽。而在维多利亚湖的划分上呢，占大头的是乌干达和坦桑尼亚，肯尼亚只有东面一小块地方。于是肯尼亚认为，本来维多利亚湖我就占得少，我拿到小岛不过分吗？但毕竟米金哥岛的捕鱼能带来一大笔的税收，乌干达家里穷啊，不想放弃这块肥肉，所以在肯尼亚渔民跑去岛上定居的时候，也果断地派了警察登岛，还插上了国旗宣示主权。这可把肯尼亚气的呀，当即呢也让警察登岛驱逐乌干达人。双方在交谈过程中因为没忍住而干了一架，而这一架呢也被称为非洲最小战争。后来吧，乌干达还提议岛可以给肯尼亚，但周边的水域都是乌干达的，想要上岛就得交税。直到2016年2国才达成协议，岛由大家一起管，而税呢那就各收各的。虽然要交2份税，但对渔民来说呢也不算是坏事儿，毕竟之前呢经常有海盗3天2头就来搜刮一波，丢钱是小，还有小命也丢了的。肯尼亚和乌干达也不是光吃不干活，他们都派了士兵在岛上驻守，能起到一定的威慑作用，保护这片水域的安全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，麻烦各位看官用你发财的小手给雷点赞关注呗，咱们下期再见。